先与年前的中原大地某处，狂沙漫天，江水滔滔，一员魁梧如山岳的武将静静站立在河边，虽然满脸血污，盔松甲残，手中腰刀也早已卷刃，他仍主刀傲首挺立，斜眼看着不远处踟蹰不前的数千敌军队伍，浑身散发的霸气凶焰令人不敢直视。突然他似乎厌倦了这种僵持，开口道：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了吧？来吧，我的人头就在这里，有种自己来拿。你们主公已为他悬赏了开国功、万户侯。闻听此言，前方的敌兵队伍蠢蠢欲动，忽的众人齐声发喊，一拥而上。这位威严挺拔的武将轰然倒地，死于敌军乱刀之下。此时这一幕像不像乌江畔霸王项羽在英雄末路只得自刎前发出的最后呐喊？听说汉王悬赏千金封邑万户，要我人头，我就成全给你们吧。这位与西楚霸王相似度极高的英雄，生于将星如云的南北朝时代，其个人的超绝武力、临敌的勇猛无畏、待人处事的豪气干云，甚至霸气退场的桀骜，无不令人产生项羽在世的联想。今天我们就来讲述东魏战神高昂高敖曹的传奇故事。公元6世纪的河北大地，渤海高氏绝对是当地一个响当当的豪门大族，以至于后来的北齐创建者绝世枭雄高欢都要把自己的祖上和渤海高氏硬攀上联系。我们故事的主角就是诞生在这个燕赵豪强世家，因其从小长得体魄魁伟，气宇轩昂，且声音洪亮，出言无忌。他老爸作为高氏家主，取昂藏、敖曹之意，将这个三儿子取名高昂，字敖曹。这小崽子打小胆子就大得出奇，到处招猫惹狗，惹是生非，哪里有乱子就往哪里钻。老爸高义觉得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就悬赏重金招允能管教自己这几个捣蛋儿子的严氏名士。结果应者寥寥，谁都知道老高家那几个小崽子个个都是混世小魔王，特别是那个老三，人高体壮，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出手伤人。好容易有个外祥硕儒仗着自己会两下身手，撑起胆子前来应聘。高义许诺，您就放开胆，好好教他们，不听话就往死里走，我绝对不会多嘴半句，打坏了算我的。结果一上课，这个高昂就开始不老实了。也许是被老爹提前打过预防针，不敢对先生动手乱来，他就经常逃课去外面骑马射箭，还对众人说：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做老博士也？这种刻在骨子里的豪迈气概，和项羽见始皇巡游时发出的那句彼可取而代之，亦不遑多让。高义毕竟是胜任北魏益州刺史的人物，眼光绝非常人，表面被儿子这话气得半死，私下却如此评价：这小崽子以后要么让家族覆灭，要么使我高氏名扬天下，他绝不只是称雄益州的泛泛之辈。高昂长到10几岁，就开始和他大哥高乾一起玩角色扮演，做起了游侠儿，体验劫富济贫的爽快。这哥俩越玩越起劲，竟然散尽家财，广招能打的部曲，壮大自己替天行道的队伍。高义因为两儿子打家劫舍的壮举，经常吃官司。毕竟两兄弟犯了案就往深山跑路，他这个做官的爹，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高不由感叹：我这4个儿子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主啊，天天如此闯祸，早晚要死于非命。说不定我死后，已经没人活着能给我风风光光的下葬了。在高氏4兄弟中，
大哥高乾深谙权谋，早早前往洛阳步入仕途，结交了宗室袁子攸，而高昂则留在河北疏财仗义。兄弟俩一文一武，令高家声望于隆，因有燕赵领袖之风。然而乱世的屠刀很快落下，权臣尔朱荣发动河阴之乱，陈太后杀群臣，掌控天下，战火绵延的大乱世就此开启。高家兄弟趁势起兵，却终因尔朱氏势大而被迫降魏。尔朱荣深记高家在燕赵的影响力，强行诱捕高昂作为人质，死死扣押，以此要挟高乾乖乖听话。历史的巨变总在瞬息之间。不甘做提线木偶的孝庄帝袁子攸，拼死在殿上刺杀了权臣尔朱荣。虽贼求兽首，但尔朱荣带来的大部队就驻扎在洛阳城外。也许是尔朱荣杀生太多，老天也看不下去了。他这次上洛，鬼使神差，竟然带上了那头笼中老虎。高昂、高敖曹。此时他就在洛阳的大牢里关着。袁子攸立刻命人释放高昂，并组织人手抵御尔朱军攻城。城外尔朱骑军得知主帅遇害，瞬间炸了窝。第一反应就是攻进城去杀了狗皇帝，给老大报仇。孝庄帝此时的武装力量其实非常薄弱，亲信都是文官，搞朝堂阴谋上客，领兵打仗都是门外汉。皇帝陛下急得都亲自跑到城头观战，以鼓舞士气。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义标步军从城内杀出，领头大将披甲横戈，面对凶悍的尔朱骑军丝毫不惧。长戈所向，敌军应声倒地，难逢议和之将。这支部队人数虽少，却进退有据，配合娴熟。尔朱军兵锋受挫，也慢慢缓过神来，想起老大已死，群龙无首，光靠现在这点兵力，啃不下偌大一个洛阳，于是纷纷后撤，退守泾阳。这次解洛阳之险的，正是出笼之狐高昂。身在河北的高乾得知此事，立刻动身驰援洛阳，与兄弟会合。高氏兄弟与孝庄帝再聚首，眼见山河板荡，朝堂凋敝，偌大一个北魏帝国，上无贤臣良将，下无铁骑雄兵，能挽天青者，难道就靠这3个20-30岁的愣头小伙？不试过怎么知道？3人合议，由魏帝出钱，遣高氏兄弟再返河北，重金招募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组建秦王部队。离别时，孝庄帝一直送行到黄河边，叮嘱道：“你们兄弟豪气干云，在河北声名显赫，必能建立一支悍不畏死的铁军。到时如果洛阳有难，就要辛苦2位了。”高乾潸然泪下，应诺不负魏帝情谊。高昂则拔剑起舞，是以必死决心捍卫袁家皇室。然而仅仅1-2个月后，尔朱部精锐攻陷洛阳，先囚禁在勒杀孝文帝袁子攸。高氏兄弟得知消息时，早已远水救不了近火。将毕竟还是老的辣，高父是为定州刺史，见此时局，点拨2兄弟：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此刻已到了弃家报国的时候了。尔朱氏一族个个报复心强，猜忌心重，必然不会轻易放过我们高家。你们兄弟必须早做准备，先发制人。有了父亲的支持，高氏兄弟再无顾忌，先设计夜袭信都，夺取第一个反抗尔朱氏的根据地，然后在大殿为孝庄帝举哀，3军皆缟素。高乾声谈示众，
此气激扬涕泪交下，麾下将士莫不哀愤，要为孝庄帝复仇。这便刚扯起大旗，尔朱氏的报复接踵而至。殷州刺史尔朱余生亲率5000铁骑偷袭信都城，一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如一股暗黑洪流，默默杀奔信都城。即将杀到城下之际，正在与部曲们饮酒的高昂才接到城头探报，他立刻丢下酒碗，抄起身边的马槊，盔甲都没时间穿，带着身边这10几个人就策马冲向尔朱余生，仅留下一句：待我出了城，就马上封闭城门，任何人不得开城。高乾也立即得知消息，摸不清敌军人数，不敢贸然出击。等了许久也没见高昂回来，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他想办法遣500兵卒，拉着绳子一个个从城墙放下去找高昂那伙人。刚走没多远，竟遇到高昂等人满载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回返。高昂、高敖曹仅仗一槊一马，与10余部曲冲杀5000骑，还能胜之得返，真乃神迹，堪比当年霸王项羽在垓下率20余骑与汉军的决死屠杀。信都一战，高王、项羽在世的威名不胫而走，令人无不叹服。转头没几个月，未来的北齐奠基人高欢就率着尔朱氏慷慨赠予的20万流民大军开进河北，名义上这是治朝廷的平叛部队。想不到高欢到了河北，枪口一转，与高氏兄弟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挑起了讨伐尔朱氏一族的大旗。当时尔朱氏大大小小的军阀有5、6个，手里都握有上万骁勇善战的截胡铁骑，眼中哪里把这些姓高的放在眼里？高欢与尔朱群雄很快在安阳的韩陵山爆发了北魏末年最著名的韩陵之战，高王也就这样迎来他人生的巅峰一战。当时高欢总共部队就3万多人，齐军才2000人。他作为统帅亲率中军，堂弟高岳统右军，高王领左军。他们面对的是尔朱氏4大军阀精锐部队的联军，总计不下20万大军，浩荡奔涌而来。高王的左翼才1000几军，大多是跟随他信都起事的高家部曲与燕赵男儿。高欢由于初次率高王出战，又是如此残酷的血战，对于这支人数不多的齐军，心里开始打鼓，不禁小心翼翼地问他要不要再增派麾下的鲜卑齐军部队归高王的左军。高王傲气答道：我这支子弟兵身经百战，武力绝不亚于鲜卑齐军，且别部临时加入，不利我如使必直指挥部队，反而胜则邀功，败则推责，实难成良策。高欢只得作罢，心中暗叹，堂堂大魏称雄中国北方100余年，能如此看清鲜卑铁骑的将军，实为罕见。战斗伊始，高欢为表此仗殊死一战的决心，仿照项羽的背水一战，将后勤、骡马等全部一字排开，严密拴在一起，排在部队后方。这下高欢军成了背罗一战，逃无可逃的阵型。不仅如此，高欢还自当诱饵，率中军主动进击，最先与尔朱部齐军接战。以流民起义军为主的高欢部队，碰上从小在草原骑射长大的尔朱铁骑，战力高下立判。很快，高欢中军各部陷入接战、苦战、死战的战争漩涡中，无法脱身，队伍慢慢被打散、被打退、被追击。尔朱儿郎们纵骑驰骋，无情地收割着败军的头颅。眼见中军式微，高岳的右军率先发难，领500鲜卑精骑挟刺杀出，硬刚敌军正面冰封。尔朱部队本来追杀正欢，冷不防遭此雷霆一击，推进速度不免一滞。而在截胡追击部队的身后，高欢麾下大将胡律金收拢起被敌军骑兵冲散的残兵，竟然还能重整队形，向追兵后方部队发动反击。
尔朱军虽遭到一前一后的突袭夹击，草原民族血脉中的刚勇决绝骤然爆发，誓死不退，战场一时陷入焦灼状态。毕竟高欢军还是兵力太少，缺乏一锤定音的雷霆一击。千钧一发之际，战场上突现一员大将，手持马槊，状若疯魔，领一彪人马冲向敌军右翼，一鼓作气拦腰截断了追击的部队。这支铁骑进退有据，动作齐整，前冲迂回，整队再冲，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骑兵的冲击力，如一把硕大的镰刀，大肆收割着敌人的生命。冲锋部队的箭头正是高昂，高敖曹在他的马槊前无人可挡，他宛如杀神附体般左冲右突，哪里有阵型稍齐整的敌部，就率兵冲向哪里。尔朱部队终于不支，慢慢开始崩溃。趁着追击的敌军遭到三面夹击，此时高欢也杀了个回马枪，里应外合，围歼整支尔朱军，终获大胜。此战过后，尔朱残部在黄河以北再无生存空间，大大小小的军阀或被杀，或被俘，最佳结局或许就是投奔南梁，得个善终。而高欢经此一役，成为继尔朱荣之后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六镇的硝烟慢慢散尽，凶残的截胡也为他们的暴行付出了灭族的代价。韩陵之战中最后一锤定音的高昂更是声名大噪，项羽在世的威名流传于朝堂与民间，加之他作为河北豪强势力的代表人物，这时的高昂成为高欢军事集团中毋庸置疑的战神。此时的高潜与高昂两兄弟，犹如高氏这个河北名门望族的一体两面，一文一武，在朝堂在沙场俱是风头无二。一位家族大脑，另一位高氏之剑，两人何必在这个云波诡谲的乱世，令各方势力为之侧目，并刻意拉拢。韩陵之战后的高欢学起了前任尔朱荣，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在洛阳，自己则坐镇老巢晋阳，遥遥控制。而这个北魏的最后一个皇帝元修，不愧与孝庄帝元子攸传承相同的血脉，私下培养死士，欲除高欢。高氏兄弟此时很矛盾，两人看重高欢的英明神武，有问鼎天下的大抱负，不由心向往之。然而他们早年与元子攸的兄弟情谊和生死临别之际所许誓言，让他们心中始终对大魏王室有一条誓死效忠的羁绊之恋。但骑墙永远是危险的，继承来自草原狼性法则的元修毕竟不是元子攸，对于在身边的高潜这种人，如果无法争取到自己阵营，就必须除掉，以绝后患。于是变故一连串就此发生。韩陵之战后第2年，元修在洛阳随便找了个借口赐死高潜，还派人去诛杀领兵在外的高昂，结果事败被擒。高昂搜出了杀手身上来自皇帝的赦书命令，顿时心如死灰。身为高家此时唯一的依靠，他率亲信10余骑连夜投奔高欢。从此河北大地上诸多豪强们的老板不姓元，而是姓高。高潜之死扯开了高欢与元修之间矛盾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很快，高欢打着清君侧的名义，领大军兵发洛阳。高昂为兄复仇，领前锋狂飙突进。元修无奈，领亲信一行人火速逃奔长安，那里还有大魏仅存能与高欢掰手腕的实力派巨头宇文泰。高昂继续不依不饶，率撇骑500狂撵上千里，从洛阳一直追到陕西境内，
终因不及而悻悻作罢，愿休息前，宣告了国祚绵延150余年的大魏灭亡。同年底，爱作死的元修被宇文泰毒杀，高欢在洛阳，宇文泰在长安，分别立了自己的傀儡皇帝，史称东西魏。高潜既死，高昂只得负起高氏大脑与剑一肩挑的角色。既然不如兄长擅朝堂谋划，那么就用军功来巩固高家的荣耀吧。东西魏从各自建国起，一连串令人眼花耀眼的攻防大战就没停过，如两个国手在下快骑一般争锋交错。而高昂从来都是东魏独当一面的统帅，只有高欢才能调动。很快，高欢倾举国之力，兵分3路西征宇文泰。他亲率大军进兵蒲坂，大都督窦泰攻打潼关，高昂的南路军兵锋直指上洛。这是一场对西魏的灭国大战。高昂率大军出发，行军渡过黄河河口时，他设坛祭神祈福，面朝浊浪滔滔的黄河之水，他朗声放言：河伯，您乃水中之神，我高敖曹是地上之虎，行经贵处宝地，你我当辅以大白。遂与黄河互敬酒，一饮而尽。麾下军士顿时大噪，士气激昂。主帅豪迈如斯，谁人不愿誓死相投？部队到了陕西地界，行军路变得崎岖狰狞起来。险峻狭窄的山路绵延不断，沿途险隘具有西魏堡垒把守。史称高昂转斗而进，莫有当其锋者。简单来讲，就是亲自领兵，凭武力硬解冲击敌人的营寨，一个接一个，比吃包子还轻松。东魏军就这样来到上洛城下，马不停蹄开始攻城。高昂继续身先士卒，冲向城头，不料数拨箭矢连柱而至，高昂身中3箭，均贯体而过。偌大一员大将当场昏死过去，半天都没有动静。也许是3箭都没中要害，也许是贯通伤，箭头很容易就拔出来，没有留在体内。不然史家如何解释后来的人体奇迹？只见高敖曹终于醒转过来，将衣服一脱，光着膀子翻身上马，在敌军眼皮子底下开始沿着城墙策马扬威奔驰起来。东魏军眼见主帅不但没死，还如战神附体般扬鞭城下，顿时军心大振，一个个像打了鸡血般猛攻城头。西魏将士也顿时慌了神，对面这员将难道真是杀不死的神灵吗？全军开始斗志涣散，没多久上洛城陷落。虽然攻下了上洛，高昂其实已身负重伤，凭一口卓绝的勇气策马硬撑到最后。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吧。他躺在营中感叹道：我能以身许国，就是死了也无所憾。只是可惜我看不到家中的4弟风风光光当上刺史的那一天了。也许是高氏祖上积德，或是升天的祖先们听高昂临死仍以家为面，颇为赏识，故降神迹。反正无论怎么解释，高昂就是活了下来，而且康复神速，一天比一天活跃起来。正在他身体复原，打算继续进军时，噩耗传来，
东路军统帅窦泰在潼关附近遭西魏伏击，兵败身死。高欢所部也停止了进军，并遣人联络高昂，告知窦泰已败，全军士气低落，你不马上撤退回家路，嫌且伏兵众多，任何人都可以放弃，为敖曹，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好一个高将军！他把高欢的信随手一丢，向部下下令：我们可以回家了，大家一起跟着我走，一个人也别落下。就这样，之前怎么打进上洛的，就沿着来时路怎么打回老家去。高昂继续率军内战，终保全军平安而还。什么是成功的撤退？就是高昂式的撤退，不仅没有放弃一兵一卒，还把上洛俘获的守军将领们也完整带了回来。上洛之战后，高昂的四弟果然被破格提拔为冀州刺史。高昂复任军司大都督，统76都督，与另一位枭雄人物侯景共同治兵于务劳。此时的高昂从鬼门关打转一回，死里求生后，于国于家都已无亏欠，四弟也慢慢成长起来，足可任高氏主心骨。而我高昂，就让我飞扬跋扈一回，在战场以敌军血肉浇灌我的人生绚烂之花。上洛回师后没几个月，高欢被大将窦泰复仇，出兵20万再攻西魏。高昂领偏师3万南路，佯攻敌阵弘农，以牵制西魏在河南兵力，阻其回援关中。未料高欢大军在沙苑中伏惨败，使得高昂牵制无效，只得撤围退兵洛阳。沙苑之战堪称高欢一生中最惨重的失败，20万大军折损8万，丢失甲胄粮草无数。此时关中正闹大饥荒，这一战无形为宇文泰解决了后勤难题。西魏得此助力，反手立刻杀奔洛阳。高昂再退至黄河以北，西魏大将独孤信占据攻击洛阳的桥头堡金庸城。至此，东魏的河南地界局势糜烂不堪，当地豪强势力纷纷倒向西魏。高欢与宇文泰这局快气的出手实在过于神速，短短1年就爆发3场大战。为了夺回金庸巩固洛阳的安全，高欢命侯景在虎牢关集结兵力，准备大反攻，展开以侯景为主帅的河桥之战。高昂的3万部队担任大军左翼，从南路直插洛阳西侧，阻断敌军撤往关中的退路。侯景也是堪称盖世枭雄的强人，临阵勇猛且谋略过人，遣主力北据河桥，南依邙山，摆下一字长蛇阵，迎击西魏宇文泰率领的大军。西魏出战不利，甫一交锋，队伍就被侯景冲散，连宇文泰本人差点都被生擒。无奈东魏沙苑之战惨败的后遗症太大，西魏不断有后续援军加入战场，而侯景的部队越战越少，终于不支，只得向北溃逃。高昂终于迎来了生命中最辉煌的一幕。作为左军统帅，眼见中军主力撤退，体内燃起霸王豪气，大手一挥，命左右竖起旌旗伞盖，他横槊立马于旗下，等于告诉对面的宇文泰，魏军主帅在此，千军万马我高某人一人接下。此举虽略显孟浪无谋，其实高昂本人心中自有计较。侯景与我是河北举义的旧识，且是此战主帅，于情于理
都应吸引敌军主力筑起脱困。何况我麾下尚有3万精锐，打个区区宇文泰并非难事。最差的结果，我也能凭武力率军杀出重围，安然撤离。伞盖一立，西魏军如蜂群嗅到花丛般，黑压压冲杀而至。宇文泰见状，立刻调集麾下所有精锐铁骑，对高昂军完成合围，然后从4面8方冲击伞盖所在敌军阵地。一时间，邙山脚下数万北地精骑互相碰撞，挥砍搏杀。原本一开始万马扬尘、黄沙蔽天的战场，慢慢被双方倒下士兵的鲜血浸染、覆盖、渗透，最后成为一片尸山血海，名副其实的人间修罗场。高昂的马硕力力抗数名西魏悍将，终于崩断。他顺手抄起左右的马刀，砍人过多，卷刃的换一把；冲击太猛，刀杆折了，再换一把。一连换了5、6把大刀，敌军尸体在其身遭如小山般堆砌起来。西魏军仍如大江滔滔，源源不断冲击着伞盖下的高昂本阵。战至最终，高昂麾下军士尽没，几乎战至最后的一兵一卒。来自高师的部曲死士们忠心护主，竭力死命缠斗阻敌。诸家主高昂一人一骑，带着仅剩的1名伴当，突出重围，逃往河阳南城。待驰至城下，高昂却发现城门紧闭，眼见身后西魏追击齐军扬起的尘土已肉眼可见，他大声疾呼：“放绳子，拉我入城！”仍旧泥牛入海，毫无动静。高昂拔刀挥砍城门数下，却是纹丝不动。举世皆敌，英雄末路，莫过于此。高昂无奈，只得暂先躲入护城河桥下，取下腰间金带赠予舍命相随的伴当，令其自行逃命。随后解下马鞍坚绳，放马归陵。落到如此境地，他发出与数百年前项羽在乌江之畔同样的叹息。实在是高某运气不好，老天要灭我，非战败之罪啊！那名没有留下名姓的伴当怀揣金带亡命而逃，仍是碰上了四下撒网追捕的西魏骑兵。他被搜出金带，一个逃兵身上怎么可能有如此贵重之物？一顿鞭子胖揍逼问下，伴当只得遥指向桥下所在。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悲壮一幕。渤海高氏出身的高昂高敖曹，一生纵横沙场，几无敌于天下。唯一的败仗就是其生前最后一战，且源于己方见死不救，故意不开城门，实令人扼腕。他终其一生，为家族荣辱而战，为长兄亲情而战，为与孝文帝义气而战，桀骜放胆，昂扬敖曹，不辱其名，享年38岁。终如那绚烂夏花，凋零于这个残酷冷血的冬天。